男嘉宾小海26岁，来自甘肃，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辉22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幼师。来，有请，有请，来，有请。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看这资料上面，一个甘肃，一个黑龙江，在哪认识的呀？我们俩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然后当时学校有个那个群嘛，然后就群里经常发红包，然后我们就都抢。他就手气比较好，我就是手气比较烂的那种，啥也抢不着。然后我就会抱怨，他就会安慰我，然后还会私聊我，给我发红包，然后就联系的挺密切的。原来你是被他发红包发来的。女生为什么要分手啊？他就是刚开始我俩在一起那会儿可好了，后来就越来越过分了。啊。就是特别变态。那天啊，在家里我那个手机就是挺卡的，然后我就是自己清理了半天，怎么的它都卡。后来他在我旁边，他把我手机拿走了，他说我给你清理吧。结果拿完了回来，好，把我软件全给我删了。你自己说说吧，你里边都是什么软件？拍照的呀，那女生自拍一下修个图不很正常吗？老师，我跟你说，自拍软件、修图软件，什么包括美颜相机、美图秀秀、淘宝、天猫，各种聊天软件，就手机屏幕里边一页都装不下。就这么多。你说我这些软件多吧，他给我删了，我也没说啥。关键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往右边一翻，嚯，给我下了一页的软件，全是做饭的。这是什么？你的手机的截图是吗？其实这个呢，我要解释一下，前边呢确实是我下的一些，但是都是我经过精挑细选，可以帮助到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后边那2行基本就是为了图个美观嘛，凑个一页。你是哪家网络公司做美食 UP 的推销员啊？我不是，我是这个特别像一大广告是吧？啊。关键是他这里边，因为这个都是可以用 QQ 登录的，我们俩 QQ 密码互相都知道，但是然后他就用我的 QQ 直接登上去了，然后就会。平时就会看一些菜，就是不光有中国的菜，连别的国家的都有。然后他一看，他自己觉得啊挺好吃的，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喂，我今天看了个菜可好吃了，你晚上回去做吧。”你说我中餐都还没怎么学呢，再说了，你会吗？你就要求我学这些。中餐我这不是会差不多嘛都，然后西餐我就想着西餐你学着点，然后就是完了你再教我，咱俩可以互相教嘛。那你明知道我对做饭这些东西就是不怎么感冒。然后非得就让我去学这些，你说每天下班回来都挺累的，做点家常菜吃不是挺好的吗？就1个星期7天，恨不得5天都这样，我都感觉我天天这弦儿都是绷着的。不就做饭这点事儿吗？还有别的大事件吗？我不觉得变态啊。他要求我呀，他会跟我说呀。说你可以不听吗？最主要的不是说是我下那些软件这些东西。我下了这么多，我用心良苦。他要是能做出1、2个，我就满意了啊。事实上，他1个都不会做，到最后。谁说我不会做了？会做什么？你说一下。炒鸡蛋啊。那行了，1个。你不说炒鸡蛋，这事儿我都忘了。你一说炒鸡蛋，我是一肚子气。有一次吧，他跟我说，他有2个女性朋友，就是关系特别好，平时对他特别照顾。他说请到家里边吃个饭，我说也行。然后他给我嘚瑟，这次这个饭你交给我来做吧。你说我学了这么久，结果就是老师我跟你说啊，他让我出去陪朋友聊天，我出去了。没聊一会儿，啪，明显听到碗或碟子碎了，让我赶紧进去，我就进去看了。这家伙拿2个破碗搁那儿傻喝的，冲我直笑。我一看没事，我说你这碗摔了，那我就来做吧，还不让我做。那你说我在里边做个饭，你在外边老在那嘱咐我，一会儿喊我一句让我放盐，一会儿喊我一句说你那土豆炖牛肉你多炖一会儿。我是有原因的，你平时让你做菜。你10次里边有8、9次就不放盐或者不放调料什么的。那你再回锅重做一下不就得了吗？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到最后吧，连锅都给我扣地上了。为什么？我当时在那儿就是因为我做了好多，准备了好多好吃的，然后这边油热了，我在这切别的菜，然后就那个火一下就起来了，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一下拽那个锅，然后就掉到地上了。掉地上，这次倒是喊了还挺大声。锅往地上一掉，在他家他一喊，你说邻居要是误会的话，还以为我们俩干仗呢。他进来什么都没问我，然后就看那个锅，然后说你怎么笨手笨脚的呀？当时我朋友吓得也到门口来了，就感觉那气氛特别尴尬，我当时都感觉要哭了，然后就在那儿凶我，然后我当时，哎呀，反正就可生气了。老师吧，他有个习惯，就是平时一点小伤，只要受伤了就大喊大叫的。但是那油都周下来了，烫一下那也得多疼啊！你总得先问我一句吧？你没喊没叫，那可就没事啊。哼，行吧，这事儿过吧，不就做个菜吗？就吵成这样。对，也是为了他好嘛。最后你说我们吃的什么？做了那么多，吃了什么呀？从德克士叫的外卖。除了吃饭这点事儿，还有其他的事儿吗？
反正他就是对我要求特别严，然后就是让我做这个做那个家务，什么都让我做。那我从小我妈就是娇生惯养的，我确实也没干过那些事儿。家务有什么家务啊，姑娘？很简单的一些家务，扫地、擦地、叠个衣服、洗个衣服什么的，没有别的。对，这不用学呀。主要是他要求很多，而且他要求很高，他怕我记不住，他说我脑子笨，非让我拿个本儿记下来。记什么呢？就记做家务，然后怎么做呀？你这本儿今天带来了吗？我本儿，这谁写的呀？我写的。这是他自己写的。哦，你自己把这写好啊？啊，我写好，然后我会就是做这些，然后他会给我评价，你看旁边那个表情，他觉得我做的好的，他就给我贴一个那个黄的；他觉得我做的不好的，就给我贴个红的。这个倒挺有情趣的。这老师还有这么个原因啊？你看那个第一个的话，煮个方便面很简单吧，但是他就是煮了好几次，怎么也煮不好。有一次我出差吧，他在家里边煮方便面，死活不会，还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煮。我说我都教过你了，你还不会吗？结果到最后方便面也没煮出来。不太可能，方便面谁煮都煮得出来。他要求高啊，他就让我煮成那种，就是里边是那种就是软软的那种一个蛋是吧？啊，我就给煮烂了。那蛋是完整的和碎的有什么区别吗，兄弟？主要是老师他煮的就是跟干拌面一样。哎呀，怎么回来又说到吃上？我以为有什么下面是不是？就这家务啊？那你说我在家里边家务哪像你干的，就是你觉得好不说我的了？你就说下班回家了拖个地都得说我一顿。拖地怎么说呀？那嫌我没擦干净啊！我们俩都坐那看电视，他叫我去擦地，我寻思擦就擦吧，擦完了我就挺累的，腰也疼，我就坐那个沙发上，我寻思看会儿电视吧。人家好，人家起来去检查去了，一会儿喊我了，我说干啥呀？他说你这地上有个脚印，重擦。对，我平时教你擦地是怎么跟你说的？让我从里往外擦呀？那我踩个脚印不正常吗？我听听，哎，你怎么教他擦地的？我听听看。就是比如打个比方啊，前边这块你擦了，后边没擦，你人站在后边，他可能就是蹲在地上到处转。你就真按他说的不干，姑娘？那不擦怎么办啊？除了擦地之外呢？我们家连套垃圾袋就是都也是有流程的，是不是这意思？对啊。你们家垃圾袋怎么套？我垃圾袋我就觉得垃圾袋放里面就行。啊。他是觉得呢得套好。啊。然后我们家垃圾都分2个桶，一个可回收，一个不可回收。这个倒是对的。上次就因为我把那个剩的菜底儿倒错垃圾桶，给我磨叽了半个小时，给我磨叽那什么环境与自然。现在谁想跟谁分开？我实在受不了了。你想分啊？你母亲知道这事儿吗，姑娘？还我妈呢，她直接人家跟我妈告状了，说我什么也不会。然后你母亲？然后我就是当时就心里挺郁闷的，然后我就下班的时候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啊。结果我这边打过去，我还没等说话呢，我妈说：“哎呀，这小丫头最近挺厉害呀，还学上做饭了，摔了多些碗呢？买没买呀？都买没买全？花多少钱呢？”啊。然后就有点讽刺那个感觉。我妈还说什么：“我养你这么大了，你都没给我做过啊，去给她做去了。”然后我就感觉心里特别不得劲儿，特别别扭。告状还告到我妈那儿去了。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说你瞅你这男朋友，又要求你这个，要求你那个，还给你告状。”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都。你为什么没事给人妈妈打电话呀？我就平时跟他说，就是一些简单的家务，我跟他说的时候，他老给我顶嘴。就是我想这他妈妈，然后他妈说一下，他妈说他可能会听。是这个。所以你现在觉得跟他在一起确实没有味道了吧？生活过的。就是我这个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不太注重那些，而且他就是想什么都特别完美，我做不到那么完美。你要分手？你不愿意分？那肯定不能分啊。他那么笨，你为什么不分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你说从他开始啥都不会，到现在我教了这么多，都会点了，都成个半成品了，我怎么能让别人去，对吧？都半成品了，那你爱他吗？爱他煮不好方便面就煮不好了呗。其实老师，我就是考虑的有点太多了，我主要是想着我说将来结婚以后，一个家庭里边，就是包括婆媳关系啊，一些反正就是一些小事儿，我就考虑到这些。你是希望说？他能够把这个家务稍微的会一些，对，会一些就行了，基础的就行。但是我看你的要求挺高的，
姑娘想走，小伙想留，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知道，在你们的这个感情当中，我认为是你太缺乏情趣了，就你做什么事情都一板一眼，但实际上你们两个人谈的是感情，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柔和一点。你现在还年轻啊，可能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两个人的这个恋爱当中、生活当中啊，其实相貌、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一个女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好相处。这个姑娘其实她性格当中有特别多好的这种优点，但是你没有发现，你总是摆出自己那个大男人的那个谱，对她有一些指指点点。可能你觉得这是一种男子气，但实际上我觉得反而让女孩子觉得你这个男人太不懂得女人的这种心理了。所以我就特别建议你们两个人在以后的这个恋爱当中啊，男孩子更多的柔和一点，然后不要老讲那些道理的东西。当你为他能够做出一些让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姑娘以后会发疯一样的去学做菜、学做家务，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需要的是肯定，就这么简单。男孩本来挺优秀的，你知道，尤其是会做饭、能做家务的男人是很有魅力的。但是恰恰就是因为你会这个，反而现在他要离开你，因为你会了，你也必须得让他会。你是她男朋友，未来可能是她的老公，但是你一定不是他爸，对不对？对。你如果摆出一副父亲的样子，那他受不了的，因为他要找的是一个男朋友，有情趣，爱他，照顾他。甚至于你为他做饭，他会吃得很开心。你如果把他改变成一个能下厨房做的一手好菜的一个女人，也许她已经不是那个你喜欢的那人了，至少她自己现在不喜欢。你们现在其实还没有谈婚论嫁呢，你就要管着她，你要让她作为一个主妇、掌握家庭琐事的女人的那个角色来要求她，太急了，所以她会很不开心的。我相信这个女孩还是蛮单纯，而且非常爱你的，只不过是受不了你的折磨呀。其实你说的很多事情呢，如果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是对的，比如垃圾分类啊，比如说让他学会做饭，对不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模式的相处都一定要是这样。比如我就不会，但活得还不错。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好吗？这样你们俩会很开心的。我觉得你是也蛮不错的。他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啊，你们俩在一起还是蛮幸福的，好吗？慢慢的，其实你就会意识到做饭有多重要。他只不过是一番好心，但是呢做错了，太着急了。没事，你们俩啊。我跟他是有点像，也是一个无趣的人。我曾经也像你一样，天天骂我老婆笨。我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个不会收拾，那个不会收拾，以至于换来后来我们之间的口头禅就是，每当我说他笨，他就说我笨，你找我干嘛呢？我也曾经无数次的发誓说，我下辈子一定要找一个会收拾家务、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女人做妻子，以至于我不至于每次在外面跑了通告之后，回到家里还要去收拾凌乱的家务。但是现在看来，数年过去之后，他从一开始一点家务都不会做，到现在可以做一手好菜。虽然现在也还是不会收拾家务，虽然整个厨房做完之后依然是乱七八糟的，但是他为我这种刻板的生活当中带来了太多的乐趣。我是属于家里的，哪怕是毛巾、被褥叠要叠成一个样子，但是我老婆完全相反。所以在初期磨合的时候，我也特别的烦恼。但是有的时候经常他会把我逗乐，就是每次我通告回去之后，哎呦，我家里好干净啊！后来我才逐步的发现，东西都没洗，全部藏在角落里。但每当我这样大发雷霆的时候，他就冲着你傻笑，你就哭笑不得。那索性就自己做。后来做着做着，他的饭还是我教的，但他现在做的比我好得多。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作为小白鼠，我已经适应了好多年，但是呢，我依然感觉，其实在这样教与被教、心疼与被心疼、学与被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挺快乐。你们这样的性格其实是一种极好的互补，就像我跟我老婆也是极好的互补。如果没有她，我是个极没有生活乐趣的人。相反，有了他们这些捣蛋的人，我们生活当中鲜活了不少。一个女人只要她愿意学，不是说我就那么懒，
我就不愿意干，或者有些女人我最看不得的是，在外面花枝招展，在家里脏兮兮的，这我是不能忍受的。只要她愿意去学，就请耐心的去教她，至少你比她大4岁，尤其还不要去骂她笨，你越说她笨，她就越笨，你不如手把手的去教她。她如果懂得心疼你，她就会好好的去学，除非她压根儿心里没有你，永远只看着你在做，她坐享其成。那这种女人，你也不用说她笨，离开她就好了。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你教她，她学你，是吧？你生气，她逗你乐，不挺有意思的吗？你要换一个跟你一样刻板、一板一眼，甚至比你还会干家务的人，你哪里有这种乐趣呢？不要有那种所谓的优越感。会点东西没什么了不起，你要是能把他教会了，而且教的他比你更牛，哎，你这就叫牛。就这样。我本人也特别无趣，跟无趣的人在一起生活是付出大牺牲的。这个东西就要看你能不能付出，愿不愿意付出。因为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需要有更大的爱心和更大的包容。生活里面不需要那么较真儿啊，对生活越较真儿的人，生活越会一团乱麻。因为生活里面有的事儿没有什么对错呀。他妈那话说的对呀，在我们家的时候什么都没让干，怎么跑你那儿伺候你去了呢？但是翻回头又说，我们的孩子现在生活能力是多差呀，基础的生活能力是多差呀。够爱就包容他，好吗？够爱就多为他付出一些你认为不该付出的那部分的东西，好吗？剩下时间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其实，亲爱的，在一起快2年了吧？我刚才经过老师的一番话，我自己能觉得，我其实对你的要求太过严格了一点儿，也太快了一点儿。是我不对，但是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一下的话，我也是为了咱这个家好。你说我要是不爱你的话，我不可能对你要求这要求那。不过无论怎样说呢，还是希望咱俩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因为毕竟咱才2年，以后还有很多的时光在一起。所以说，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再给我们之间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我不想太早的就进入到那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就是每天弦儿绷得太紧，真的很累。我希望给我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吧。好，时间到啊！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谢谢啊！哎，恋爱生活还没过够，就开始往生活的平淡里走了。来，请关门。今天在这个现场，女生会留下。还是因为有爱，对不对？小寨以后好好对他啊。好，谢谢老师。特喜欢这小子吧？那就好好拖地吧。我告诉你，他能做出来，以后地上有根头发，他能让你跪在地上给他捡起来。这事儿你做得了吗？能。那就行。那我们就说有钱难买愿意了，这就行了。好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各位，请见证。亲爱的，以前是我不好，我对你要求太严格了。刚才经过老师的一番话，我已经彻底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所以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能够携手一直走下去。我会好好爱你的。那你以后还说我笨吗？不说了，就是你以后做大葱大蒜，我也说好吃。那你还要求我那么多吗？不要求了。
发现身上的优点吧。是了。好好带他好吗？好，请回，请回，请回。